各位知道世界上第一个到达北极点的人是谁吗？其实早在19世纪，探险队的踪迹就已经遍布了北极，但唯独地球的最北边北极点还未有人类到达。最终是一个来自美国的北冰洋探险家罗伯特·皮尔里完成了这一壮举。不过这个人在饱受赞誉的同时，人们意外地发现他这趟传奇之旅似乎并不光彩。随着深入挖掘，原来他的成功是践踏在一群善良土著的尊严上面的。为此，这段历史也饱受争议。而今天我们就重点聊一聊这段不可告人的黑历史。罗伯特·皮尔里出生于普通家庭，在海军服役期间，他渴望开启北极探险事业，但现实很残酷。罗伯特一没钱，二没人脉，只能暂且把这一心愿埋藏在心里。后来听说政府打算拨出一大笔钱，奖励给第一个到达北极的人，许多探险家都跃跃欲试，罗伯特也不例外。他知道再不行动就晚了。1886年5月25日，这是罗伯特首次探险北极。由于食物短缺，事先也不了解冰上徒步旅行要面临的多重困难，所以罗伯特在冰天雪地当中苦苦支撑了6天后，只能宣布放弃，无奈折返。1891年开始，罗伯特继续对格陵兰岛进行探险。这一次，他吸取了教训，反思了其他探险家的失败经验，还联想到了当地有因纽特人，设法学习他们的生存方式。很快，罗伯特与团队伙伴穿上了当地保暖的食用皮草，维持体温。接下来就是建造冰屋，这样他们就能够在行进时免除帐篷和睡袋的重量。另外，罗伯特还聘请了因纽特人作为向导，驾驶着雪橇。他坚信人类可以到达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随着罗伯特的探险规模越来越大，准备越来越充分，他意识到实际上北极探险的最佳时间反而是冬季，因为相比之下，夏季冰面裂缝较多，行进困难。反之，冬季只需要解决低温的问题，而这只需要参照因纽特人的生存技巧即可。经过多年艰难的探索，终于在1909年的4月6日，罗伯特带领最后一批成员成功到达北极点，插上了美国国旗。这也标志着人类完成了当时最伟大的探险。不得不说，罗伯特为北极探险事业耗费了数十年的心血和努力，最后凭借不屈不挠的精神成功到达了目标，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回到文明世界后的他自然是风光无限，名利双收。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发现罗伯特在北极探险的过程当中还发现了一些小插曲。1894年，罗伯特在格陵兰岛约克角探险时，意外得知当地的因纽特人会用一块巨大的铁陨石来制造铁刀和鱼叉，而至于陨石的具体由来，一直都存在着争议。据说大概是在几千年之前，一块巨大的铁陨石坠落到约克角以东37公里的地方。几个世纪以来，附近的因纽特人都将它们作为金属来源来制作工具，再加上他们缺乏科学技术，更不懂什么冶炼，所以世世代代的因纽特人都得依靠这块陨石资源。然而在1895年，不速之客罗伯特的出现彻底打破了当地人的传统。当他得知约克角陨石其实分为至少8块大碎片后，动起了歪脑筋，这要是能够带回到美国，既可以证明他来过这个地方，又能够卖上一个好价钱。于是他设法取走了其中重量分别为3吨和0.4吨的2块陨石，把它们运回到纽约后，罗伯特立刻以4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至今他们仍然在展出。1896年，尝到甜头的罗伯特又动起了最大一块陨石碎片的主意，那是一个30.8吨重的大块头，只可惜实在是太重了，罗伯特根本就没有办法移动它，但他并没有放弃，直到1904年，罗伯特才将其运回到博物馆。其实当时除了肆意掠夺当地资源之外，罗伯特还想方设法哄骗了6名因纽特人，跟随他们回到纽约。起初这是受人类学家弗朗茨·博阿斯所托，对方是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馆长，他希望罗伯特在探险过程中能够邀请一位来自格陵兰岛北部的因纽特人对其进行采访。因此一直以来，罗伯特对因纽特人表现得非常友善，不仅雇佣他们为自己工作，还时不时地赠送枪支弹药和其他来自西方的商品。可后来当地人发现罗伯特在偷偷清理陨石，还设法带走了因纽特人祖先的骨头。对此他的解释是，北极太过于寒冷，而美国温度适宜，更适合安葬。为了说动因纽特人前往美国，罗伯特还夸下海口，保证只去1年就会平安送他们回来，到时候还能带回大量的枪支弹药、先进工具、金属木材，还包括妇女和儿童们的礼物。因纽特人听完后觉得这是一次不错的交易，毕竟在当时这是为数不多的接触外界的机会，更何况一些人类学家将北美原住民带回欧洲和其他地方进行研究也是相当普遍的。就这样，在1897年的时候，6名因纽特人被罗伯特的花言巧语说动，与他一起乘船返回到了纽约。可是就在乘坐过程当中，因纽特人很快就察觉到罗伯特并不是真正尊重他们，因为这6个人只能被迫挤在狭小的货舱里面，甚至都没有办法与美国人交流。继铁陨石之后，罗伯特又把6个活生生的因纽特人带回到了博物馆。馆长弗朗茨·博阿斯有些意外，自己只要1名因纽特人，而罗伯特却带回来了6个。博物馆事先根本就没有准备好要照顾这么多人，因此只能腾出一个地下室供他们居住。
在这6个因纽特人当中，有一对父子，儿子是年龄最小的米尼克，当年他只有7岁，父亲齐苏克则是部落当中的佼佼者。起初族人还不肯放他们走，但是罗伯特能言会道，他们还是妥协了。然而在到达纽约历史博物馆后，这些因纽特人从始至终都没有受到过优待，他们甚至还被当成景点供人参观，而且还必须强制与付费游客握手。而这样的生活与罗伯特事先承诺过的相比，简直是大相径庭。除此之外，就是截然不同的气温。因纽特人第一次感受到的就是炎热的夏季，他们身穿肥大的外套，显然与当地人格格不入。唯一令人欣慰的是，博物馆里面有一个北极展览区，那里陈列着来自自己家乡的各种物品，也是7岁的米尼克平时最喜欢去玩的地方。好景不长，因纽特人又迎来了新的挑战，那就是水土不服。科学家们隔3差5就会对他们的身体的各个部位进行检查，对此记录身体特征，而且他们还要求被拍裸照，就像标本一样展示着因纽特人的身体。曾经有一次，医生不小心烫伤了米尼克的手臂，父亲齐苏克虽然生病了，身体很虚弱，但他眼里的杀气吓坏了米尼克，以至于他赶紧谎称自己的手臂是被煤气灯烫的，以此避免冲突。随着气候变化，这6名因纽特人全部都感染了结核病，在当时结核病并不好治，死亡率更是不低。到1897年11月1日，他们全部都被送往医院后，有4人迅速死亡，其中就包括了齐苏克。幸存下来的只有米尼克和另外一位年轻人，后者在第2年返回到了格陵兰岛。可年仅8岁的米尼克失去了父亲，成为了一名孤儿，他悲痛欲绝，恳求美国人为父亲举办一场传统仪式的葬礼。可这让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们犯了难，因为齐苏克的尸体对他们来说简直是如获至宝，可以用作研究。于是为了安抚米尼克，他们费尽心思举办了一场假葬礼。首先，工作人员在棺材里面装满了石头以增加重量，又盖了一层布，假装下面躺着尸体。其次是他们挑选了一个乌漆麻黑的夜晚下葬，朦胧的灯光并未让一个8岁的男孩起疑心。与此同时，另一批工作人员早就将真正的齐苏克的遗体送往加工标本的车间，在那里，齐苏克的肉被全部剔除，剩余的遗骸被安装成为一副骨架送回博物馆，从此进行没日没夜的展出。而这一切的一切，米尼克都被蒙在鼓里。而独自一人的米尼克又该何去何从呢？好在当时博物馆里的一位工作人员威廉·华莱士收养了这个可怜的孩子，取名为米尼克·华莱士。他们一家都对这个男孩非常的友好，在美式教育下，米尼克的英语越发流利，还特别擅长户外活动，在学校的表现相当的出色，甚至忘记了母语。可就在1901年的时候，威廉因卷入博物馆资金盗窃而被解雇，陷入经济危机后，他只能与米尼克挤在狭小的公寓里面。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1907年，米尼克偶然从同学那得知有个因纽特人的骨架就被陈列在博物馆里面。起初米尼克并不相信，于是他亲自翻阅了《纽约世界报》，原来当年父亲的葬礼就是一场骗局，实际上工作人员偷偷处理掉了他的尸体，还将其收藏在博物馆当中。得知真相的米尼克深感背叛，几经崩溃，他四处求人，要求归还父亲遗体。可不管是博物馆经理还是人类学家弗朗茨都刻意回避此事，甚至拒绝承认博物馆陈列过齐苏克的骨架标本。显然米尼克无法在这个白人统治的世界里面要回父亲的骸骨。头一年，米尼克要求罗伯特把自己送回格陵兰岛，也遭到了拒绝。对此，心怀不满的米尼克直接爆料，在北极探险期间，罗伯特和助手强行与当地的女性发生了关系，并生下孩子，把他们抛弃在那。为此，各大报纸都开始抨击罗伯特苛待因纽特人，抢夺陨石资源，甚至开始怀疑罗伯特是否夸大了自己的成就，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到达过北极点。1909年，米尼克告诉一位记者，我真想杀死罗伯特和博物馆馆长，让他们看看真正的因纽特人到底有多么的野蛮。迫于各种负面报道的压力，罗伯特终于同意米尼克登上了他的一艘补给船，返回到了格陵兰岛。不仅如此，他还对外声称自己兑现了当年的承诺，让米尼克带回了大量的礼物。可事实证明，除了米尼克身上的衣服之外，他完全是空手而归的。作为一个在纽约长大的因纽特人，米尼克重回家乡的心情非常的复杂。一方面，他从小就被剥夺学习母语的机会，也没有受到因纽特文化和生存技巧的教育。回到格陵兰岛意味着一切都要重新系统的学习，而最关键的是，他没有家了。对这片土地缺乏归属感，在白人世界当中生活的也不自在。好在有一位名叫安加库克的男人收留了他，教他生存所需要的技能。就这样，米尼克成为了一名出色的猎人，不管是海豹、海象还是北极熊，捕猎起来都不在话下。后来凭借流利的英语，米尼克还当起了美国探险队的翻译和导游。这个时候他突然的发现，由于特殊的成长经历，早年过多的接触西方文化，自己反而更能融入美国探险队的圈子，而且大多数时候他的想法不能被因纽特人理解，反之他也无法理解对方。思来想去，在1917年，米尼克还是登上了一艘开往美国的轮船，随后在新罕布什尔州定居，成为一名锯木厂工人。不幸的是，1918年秋天，米尼克感染上了西班牙流感，不久便离开了人世。
看到最后，感觉米尼克的一生真是令人唏嘘。他被夹在因纽特文化与白人世界的中间，遭到了许多不公平的待遇。要知道，当时的人类学还处于起步阶段，人们只能通过比较不同种族的头骨来判断那些种族的文明。因此，一部分人类学家为了抢先获得成就，真可谓是不惜一切代价。不管是罗伯特人类学家还是博物馆馆长，他们在追名逐利的过程中，不断的牺牲他人，成就自我。这样的生存之道，不比真正的因纽特人还要野蛮，还要原始吗？那么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大家对米尼克的一生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关注。我是郑任，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